大家好，我是平民收藏家阿宗，热爱美丽事物与推广藏品知识。美丽的事物成就历史，也历经地球美丽的过程。您们的订阅是我下次更片的动力。这次主角为恐龙化石。这次的主角是一种真正来自史前世界的收藏品——恐龙化石。过去我们提到的恐龙收藏，可能是玩具、模型或高阶雕像，但是对部分顶级富豪来说，收藏的已经不只是恐龙模型，而是真正存在了数千万年的恐龙骨骼。最近，一具暴龙化石在拍卖会上以5010万美元成交，折合新台币超过15亿元。接下来就来简单认识富豪正在竞标的恐龙化石收藏。恐龙化石如何成为收藏品？很长一段时间，重要的恐龙化石主要由博物馆、大学及研究机构保存，因为化石不只是展示品，也是研究地球历史与古代生物的重要资料。但是随着自然历史拍卖市场发展，恐龙化石也逐渐进入商业收藏领域。1997年，苏富比举办自然历史拍卖会，一具名为苏的暴龙化石以约800万美元成交，最后由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收藏。这次交易也让更多人发现，原来恐龙化石除了具有科学价值，也能像名画、雕塑及古董一样进入公开拍卖市场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私人收藏家与富豪开始参与恐龙化石竞标。对他们来说，大型恐龙骨架不只是稀有标本，同时也是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展示艺术。把一具暴龙或剑龙骨架展示在豪宅、私人博物馆或企业空间中，它所带来的震撼感，确实不是一般收藏品能够取代的。哪些条件会影响恐龙化石的价值？首先是化石的完整度。恐龙死亡后，骨骼可能受到泥土挤压、河水冲刷或其他动物破坏，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变化，真正能够保存下来的骨骼通常非常有限。因此，一具恐龙能找到1半左右的骨骼，就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发现。骨骼越完整，能够还原出的恐龙外形就越清楚，收藏价值与研究价值通常也会更高。第二个条件是恐龙的种类。暴龙、剑龙、三角龙等知名恐龙具有较高的辨识度，即使不是古生物收藏家，一般人也能立刻认出来。这类经典恐龙的市场关注度通常会比冷门物种更高。第三个条件是化石是否保留特殊的生命痕迹，例如咬痕、骨折、疾病以及骨头愈合的痕迹。这些伤痕看起来可能并不完美，却能让科学家推测恐龙生前是否曾经战斗、受伤，以及受伤后是否继续存活。对收藏家来说，这些痕迹也让化石不再只是一堆骨头，而是一个发生在数千万年前的生命故事。另外，化石的合法来源、挖掘记录、修复比例及保存状况，也会直接影响它的价值。恐龙化石的高价成交案例：1997年，暴龙苏以约800万美元成交。到了2020年，另一具名为史丹的暴龙化石，成交价已经上升到2750万美元。它最后由阿布达比的文化与旅游部门购得，成为自然史博物馆的重要展品。2024年，一具名为 Apex 的剑龙化石，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460万美元成交，这个价格大约是最初估价的11倍。买家是美国对冲基金富豪肯尼斯·格里芬。不过他并没有只把化石放进私人豪宅，而是将这具剑龙借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4年。最近，另一具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暴龙骨架，又以5010万美元成交，再次改写恐龙化石的拍卖记录。这具暴龙约有61%的骨骼，经过鉴定，是目前发现体型最大，也相对完整的暴龙化石之一。它的头骨上还保留巨大的咬痕，部分肋骨也能看到骨折后重新愈合形成的肿块。
这代表他生前可能经历过激烈战斗，受伤之后仍然存活了一段时间。这些真实的生命痕迹，也让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股价的故事性。从800万美元到超过5000万美元，短短不到30年，顶级恐龙化石的成交价已经成长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。个人想法总结：我们一般人可能无法收藏真正的暴龙骨架，但仍可以从恐龙模型、复原雕像或博物馆展览开始，欣赏这些曾经统治地球的史前生物。收藏不一定要拥有最昂贵的物品，真正重要的是透过收藏了解物件背后的历史，以及它所代表的时代。最后提醒：收集藏品与奢侈品，请符合个人经济能力，当理性的消费者。对于收藏而言，必须收得起，藏得住。此为 OpenAI 生成相关知识并加入个人想法。使用 ChatGPT、剪映、DALL-E、Luma、润位制作影片，可能图文不符或说明错误，仅供参考与学习。也欢迎留言交流。最后记得一定要订阅，让您下次还能看到优质影片。感谢收看。